哎，这是有争议的，这有争议的人吗？分期判定，分期判定。啊，迈克尔·达克诺啊，对啊，非常可以说是非常微弱的这个，对啊，没有争议的这个优势。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比赛，让现场解说觉得有争议？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国选手与菲律宾选手的比赛，话就不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蓝黑拳套是菲律宾选手迈克尔·达克诺，红白拳套是中国选手江俊轩。客场作战的达克诺进攻攻势非常强烈，一上来就直接拿着拳头冲进中国小伙的内围。反观江俊轩则没有一丝慌张，在防守的同时还在拿着拳脚进行反击。从江俊轩的外表来看，面目清秀的他犹如一位偶像明星，但实则他却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香港拳王。此时貌似达克诺仍然没有将江俊轩放在眼里，连续步伐逼近的同时还不断的用拳头施加压制力。从这进攻攻势来看，他根本没想将比赛的结果交给裁判。不过有着小将军称号的江俊轩也不是任人欺负的角色。江俊轩有着绝对的身高优势。哎呀，差一点没有看两记。这个昆仑决的这个自由搏击比赛规则是用扣点制，就是每局是3分钟，但是呢10个点开始扣，如果有重击或者是显著移动的话会扣点，一般打中并不得分。来自于菲律宾的迈克尔·达克诺呢，他的技术特点是打法非常稳健，而且接腿反击的意识特别强，基本上以接腿以这个扫腿反击或者是接腿摔等等。我们就从这双方这个开局看到，今天这个蓝方选手来自菲律宾的这个迈克尔·达克诺呢，从他的上场包括现在来看，他的心态非常平稳。面对如此激进的打法，江俊轩明显有些不适应。身高臂展占优势的他，此时并没有在拳脚互换中拿到太多的点数。然而，一直猛打猛冲的达克诺，不是在跃跃欲试的施展拳脚，就是拿着拳头猛攻内围。虽然两人只相差了2岁，但达克诺却更加的年轻气盛。不过，这才只是第一回合，两人的体能和心态都比较充沛。就算达克诺的进攻攻势非常强烈，但短时间内也对江俊轩造不成一点影响。长的这种优势啊，他身高比对方要高出，我看看，有将近10公分呢，有10公分，对吧？他的前手拳是挺好的。你看他这个拳法要好一对手，只是我们觉得他的对手那个迈克尔·达克诺呢，他的腿法要好。对，江俊轩实际上可以用这个前手直拳控制一下距离，把这个臂长优势发挥出来。对，这场比赛江俊轩的慢热啊，真是让达克诺抓住了机会。在每一个在之前的几轮对拼啊，好像达克诺总比江俊轩快了半拍。漂亮啊，接腿。达克诺非常逐渐适应了比赛节奏的江俊轩也开始增强了进攻欲望，不再只是一味的防守反击，而是更加注重打出主动进攻。出生于习武世家的江俊轩，从小便跟随父亲练习武术，成年之后则开始在香港大大小小的搏击比赛中崭露头角。虽然23岁的江俊轩并没有见过多大的场面，但击败一个菲律宾选手对他来说应该不成问题。两人激烈的拼拳换脚，将比赛早早的就带入了白热化阶段。从表面上貌似是达克诺掌握了比赛局势，但实则两人却打得不相上下，比分并没有相差很多。得志，而且呢，之前也是在香港多次获得香港冠军的头衔。漂亮。好，第一局比赛结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确实江俊轩一开始啊有些慢热。比赛来到第2回合，江俊轩率先用低扫衔接膝撞发起进攻。反观达克诺在简单的调整后，也用连续的组合拳进行反击。经过首回合的试探，此时两人对彼此的实力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只要达克诺发起进攻，那么江俊轩的防守反击绝对会紧跟其后。不过菲律宾选手为了打赢这场比赛，在赛前做了充足的准备。面对达克诺的持续逼近，江俊轩不断的用腿法和拳法来控制两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奈何无论他施展什么样的动作，都始终无法阻止对手的猛打猛冲。是达克诺这一下打位。在刚刚的第一回合当中啊，双方有几次拼拳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达克诺总是用自己稍微快那么半拍的一个优势，在拼拳方面压制住了江俊轩。江俊轩第2回合确实加强了自己腿部进攻。江俊轩的这个腿法基本上这个正蹬腿，还有前腿扫踢开路，他的真正的这个重腿呢是后腿的低扫踢，还有后手拳，但是都以单击为主。但今天他的这个腿法没有完全打出来，是的，要靠前手摆拳的。进入了比赛状态的两人也都慢慢的改变了打法战术，不再只是以简单的拳法发起进攻，而是以腿法为主、拳法为辅的打法战术压制对手。虽然达克诺出拳出腿次数非常频繁，但他的拳脚精准度和力量感却和江俊轩差了一大截。
此时更是被精准有力的拳脚组合打得连连后退，向后拉扯。再怎么说，这也是在中国的地盘上进行的比赛。身为中国小伙江俊轩，必须要打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可以用拳，可以用腿，也可以用膝的。刚才呢，江俊轩呢有几次用膝，但是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怀克尔·达克诺来自于菲律宾，菲律宾的拳击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可以说传统的一个拳击强国。刚才也是江俊轩呀，因为自己以后手拳这种重拳单击为主啊，是险些几次又被达克诺抓到机会。对，菲律宾是个拳击王国，诞生过很多世界级的冠军。是的。长时间的拼拳换脚，让两人的体能都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但不知是江俊轩过于轻敌，还是达克诺准备的充足。逐渐掌握了比赛节奏的达克诺开始施展一系列的大范围进行，一记后手拳精准命中头部之后，便直接乘胜追击。中国小伙瞬间就被逼到笼边，没有任何施展动作的空间。接着控制好距离后，又是一记顶膝精准命中。从此时两人的表现来看，中国小伙江俊轩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必须要尽快恢复体能，进入比赛状态，不然很可能被达克诺抓住机会，瞬间结束比赛。江俊轩现在是再次的多次想用这个后腿的重腿，要给达克诺造成影响。我觉得江俊轩的战术打得不够好，他这个臂长包括腿长都可以很好的控制距离，是的，但他没有取得距离优势。对。第二局啊，看到这个江俊，比赛来到第3回合，到了第3回合，双方都没有了保存实力和体力的必要了。能不能赢下比赛这一回合，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点数相差不大的情况下，结局更是充满了无限可能。然而达克诺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仍然不降反增，占据着擂台中央的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江俊轩的内围。反观在擂台边缘游走的江俊轩，只能且战且退，寻找反击的机会。更多的还要发挥那个拳的优势，你身高臂长，这拳法是很好的，左右反向都会打，是，这说明他拳的力量特别均衡。现在他改成这个左手在前了。其实，在江俊轩因为有着身形的优势啊，不单是拳，他没有说是更加的多来利用，而且自己之前擅长的这种前腿的扫踢和正蹬的结合也没有发挥出来。我看到江俊轩有一次的换架，打的还是非常的顽强。现在左手变为后手拳，对呀，你看他又换过来是吧？这左右手能够换架，这样对方实际上是不好防的。只要你要坚定的要出这种拳法来控制对手。在江俊轩扫踢的瞬间，达克诺成功接腿衔接，将他摔翻在地。如果不是江俊轩在身形方面占据着巨大优势，那么刚刚很可能会被对手打一次读秒。即使双方体能耗尽，两人依然在拼尽全力。作为格斗比赛，考验的从来不只是选手的实力，更加考验选手对体能的分配和对细节的处理。处于被动的江俊轩打出的防守反击和主动进攻都充满了威胁。如果不是达克诺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此时说不定已经倒在中国小伙的拳头之下了。你看，应该可以压着打，可以连续进攻，应该连续进攻压着打。你看达克诺就吃力，对，应该是连续进攻。现在达克诺已经是多次被江俊轩的拳法所压制。叫坚决点，叫前手打出来，接着后手拳连击。主要看最后这个第3局体力也很重要。刚才江俊轩打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击和组合，对。因为双方在这个拼腿功的情况下，明显的我觉得菲律宾的这个达克诺的这个腿法的杀伤力道要比那个江俊轩要好。那么在这前我用上分钟就拳法，因为你左右架都会打，说明你拳的力量特别均衡，他不好防。这个时候达克诺的体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双手开始下掉。这样的话，给江俊轩的不仅仅是拳法的充当破绽，更是自己前腿高扫踢，也给了自己前腿高扫踢的机会。就像我们这个昆仑决能打这个级别，这54公斤级还很少的。是的。两位年轻选手拼的还比较足。好，10秒钟，最后10秒钟来打出一个最好的反击，也给裁判留下好的印象。对，最后10秒打好。比赛结束了。3个回合的比赛结束了，长达9分钟的激烈对拼，此时结果显得更加重要。虽然并没有出现 KO 的局面，但双方都拼尽全力来抢夺比赛点数。在比赛的双方更是拿出了全部的体能来拼拳换脚。
比赛结果究竟如何，就需要等待公平、公正、公开的裁判则进行抉择。中国小伙姜俊轩虽然年仅23岁，但却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成熟老道。而21岁的菲律宾小伙同样也表现得非常精彩。比赛的胜利并不能决定一切，就算输掉比赛，但也依然是为国争光的格斗勇士。稳健能够顶住压力。而这场比赛确实也是今晚的一个开场之战，对于双方来说呀，面对深圳这么热情的观众。我们来看看最终的结果吧。And the winner by the blue corner， 比赛结果蓝方胜。最终菲律宾选手成功以微弱的点数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这场比赛有争议吗？